就是这个事情非常的让我难受，就说出来就很难受。就是大家也知道，不是一直有人在说我自怜什么的吗？然后呢，前段时间有一个已经退团的成员突然找我，就跟我道歉，说以前的事情。以前是什么事情呢？就是有一次，怎么说呢？说出来还挺那个的。让我就是以前有一次我不小心，就是看视频的时候，就是用别人手机看视频，然后他就是消息弹出来，被我发现他失联了一个成员，他现在已经退团了。然后当时我就说了他一顿，怎么说？就告诫了他，我说你不能这样子，就说了他，然后我们也聊了很久，我说你不能这样子，然后他就也哭了，然后就是说知道自己不对，然后呢也答应我不要这样做，就是在我面前这样说，不会这样做了。我们还聊了挺久的，然后我就告诫他这样做很不好，然后他也说自己知道，然后不会再这样做的，然后我就相信他了，我就也不敢跟别人说这件事情，还就是说影响到他吧，毕竟他已经改了，也没有做出别的事情来。结果转头跟别人说失联的是我，然后我就一直被造谣失联，但是呢这个事情又牵扯到别人，我就不知道怎么说，也从来没有说过。直到前段时间他突然找我跟我道歉，说以前的事情。然后他道完歉之后，我想这些事情毕竟已经过去很久了，结果呢又有粉丝给我发私信说别人说我失联什么什么的，我就觉得很无语，就觉得蛮好笑的这件事情，是不是说出来很好笑？然后刚刚突然想到吧，觉得说出来其实也没关系，之前就一直没有说过这件事情，但前段时间就是情绪不太好，也有这个关系。毕竟他就是这个事情也过去很久了，然后就觉得好像也可以说出来，就是有一些人为什么就是怎么说呢，就是感觉自己好像明明是有种背锅的感觉，也背了很久，然后后来还有一直人相信，就一直还有人相信这样的话，然后来说我，可能这次说出来我就可以把这件事情放下了吧。没事，我没哭，我就是声音抖了一下，我没哭。对，我知道，就算我辟谣了也没有用，因为有的人不相信你，还是不相信你。就是我之前犹豫要不要说，只是觉得说了可能还是有人不相信你。但没关系了，我现在已经长大，所以我觉得没关系了。对，我现在更加成熟了。就是虽然会想到这件事情会有点难过，就是难过一下就过去了，应该去做一些更加有意义的事情。好难解释哦，也不能让大家误会我们真的发生了什么很了不得的事情，其实也没有发生很了不得的事情，但是呢我就会
透过一件事情怎么说呢，就会想别人是怎么想的。我再说我要落泪了。又怎么了？哎，你说说呢？你不会真的要落泪了吧？哎，你知道吗？当时我跟他吵架，哎，不是吵架，也没有吵架，只是我单方面落泪了。我都在，就是我们当时打车，我都车上哭过了，他都不知道我流泪了。我都跟你说过了，你哭了，你得跟我说一声，不然我是真的不知道别人哭了。我们俩坐在车那个叫什么快车滴滴打车的后座上，他都什么都不知道。哎，真的，下次你们谁哭了记得跟我说一声。谁会跟你说？谁会自己说？至少我哭了。那种抽就是叫什么不，但是我这个性格，谁会给你汇报啊？你就说，而且我上次还问你来着，我说你是不是哭了？你说没有。对，当然说没有了。但是你有时候，说实话，就是你们有时候我有点搞不清楚，就是你们到底是感冒了还是在哭。每一次我问，哎，你是不是哭？他说没有，我感冒了。然后不问的时候嘛，真的在哭。你说我难不难？哎，对啊，我当时就是，后来我还跟他说了，因为我当时我给郝静怡发消息，我说，然后郝静怡说你得跟他说，不然他不知道，然后我就跟他说了，之后你们猜怎么样？王颖，哦，没有吧？你就是哦吗？你就说了个哦，没了，然后就开始说别的事情了。是吗？对。然后我就更伤心了，我想了一下，原来王毅是这样对待我的，是吧？是不是很让人伤心？异常冷漠。王毅先把脸都挡下了，是不是不好意思面对这件事情？没事，都已经过去了，我现在已经成熟了，我就知道，这件事情崩溃的其实是郝静怡。没有，在这之间，哎，算了。但是也不是他怎么说呢，他可能性格就是这样，没有注意到。不是可能，就是好吗？不然搞得好像，哎，我就是可能有那么意思，也有可能我是，就是那什么。我当时简直，我在车上还绷住了，就是心里已经非常受伤了，在车上还绷紧了把自己。然后下车之后，他竟然自己回房间了，也没有管我。因为我不知道怎么跟你说嘛，因为你不是一般人家哭了或者是难过了得让他静一静，然后我就默默的拿了外卖回去。他拿了外卖就直接走，一个人走了，真有你的，连等都不等我，自己走了。你是干嘛来着？我忘记了。我也忘我干嘛了，然后我就回房间了。哇塞，你一回房间给你发完消息。爆哭。对，第一次碰到这种场面，怪吓人的。我哭得抽筋了，感觉怪吓人的。是不是郝静给你讲了，然后你才发现的？我是去蒋淑婷房间了，我问蒋淑婷，我说我把整个过程跟蒋淑婷说了一下，他说啊，他说但是如果是我可能也不知道怎么说，然后我说是吧，然后他说后来怎么着来着？我说周旭好像生我气了，我说我去看看，结果后面我就再没回蒋淑婷房间，拿了个外卖又回去了，就是又来这里了。就我去蒋淑婷那里走了个过场，蒋淑婷只是个孩子，在那里吃个外卖，结果没给我递热水，啥水都没递。但是我给你大大的拥抱，对不对？我简直，我当时简直就是无语2个字打在我的脑门上，真的。蒋淑婷只是个孩子，后来怎么好的呢？好问题。好像说完了就好了吧，忘了。因为周世远，就是我现在发现就是你脾气来得快，走得也快，对，很冲动，但是呢你就是就是叫什么？对，我就是忘得快，不太记仇。对啊，所以我也是这种人，你知道吧？所以我们和好的特别快。
就主要还是我善良，你知道吗？这事儿放别人身上可能就过不去了。如果这个人是郝静怡，可能。你说什么？我说这事儿。生气的人是郝静怡。对。不知道，没有跟郝静怡生气过，希望以后也不要有。你看，这就是不好惹的，知道吗？像我这种生气的，就很好说，对吧？如果是郝静怡，你就没这么好哄。也还好吧，郝静怡。对啊，她终于成年了。我印象当中，蒋淑婷一直都是一个初中生，初中高中生。我呢？你是个宝贝。算你回答的对。哎呀，我圆圆好可爱呀！你看我的视频，你从来没听过。王一你好可爱哦，每次都是哎呦王一你好丑啊，像挺了个肚子一样。谁在直播？我猜是两位在直播。我在直播。咋了？你们两个人。这话说的。甜甜蜜蜜。好累哦，让我靠靠。你这样你手靠那个很尴尬的地方。但我没地方放了。你就不能举着。我就都说了很累啊。我没干什么，我就是把手放在了他手上而已。没干什么。哇。我在看一个电视剧的介绍。什么电视剧？叫《双镜》。是什么东西啊？双女主剧双镜，女作家和女杀手。哦，哇哦。哒哒哒哒哒哒哒。It's okay, it's okay, it's okay。什么时候播？不对。你看这个说你有刘海好看。没有啊，我没有刘海好看。他说有刘海特别帅。但是我是不会有刘海的了，最近以后。你有带刘海上过公演吗？我都剪过，好不好？哦。你一点不关注我。我背过去了。我正过来。哇，是蛮好看的，但是什么？就是好看是好看，但不是我喜欢的类型。你喜欢什么类型？为什么昨天我喜欢御一点，这种太日系。这样的。这一点也不御啊。不是，我就是说那种长发，我在说什么？就是长头发的都挺好看，然后要没有刘海。王爷，倒不必如此。就是没有刘海就会很御，你们知道吧？对啊，是沈梦瑶呀。如果沈梦瑶不是，我开始不能说这种话。如果我之前就特别。如果我没有认识沈梦瑶的话。对，我感觉我会。开玩笑的。我没认识沈梦瑶之前也很喜欢她。对。认识了之后呢，就怎么说呢？就是兄弟了。对。对，其实我也是这样的。因为我以前就是以前比现在更中二，那时候我觉得沈梦瑶好像地狱少女。你们有没有看过地狱少女？倒没有吧，王一念太中二了吧。真的，以前沈梦瑶好像，而且她那个时候还戴了眼罩，然后就整个人就，而且她那时候刚染黑头发吧，对，人间富江就很地狱少女。然后呢，我就说谁在直播？在直播，我在直播。有人。你是谁呀？林淑琴。林淑琴。我在直播。你两个，哎呦。你有什么毛病吗？你来干嘛呀？你来干嘛？你借呗。冰箱塞不下一个蛋糕。哦。周诗雨的冷门 CP 来了。笑死。笑了。林淑琴。对，我也觉得沈梦瑶可以 cos 一下地狱少女。我怎么觉得一点不像啊？没有，我跟你讲，她现在不是有刘海吗？她每一次剪那种很齐的那种刘海，我都觉得她，而且她我都觉得不适合她。真假的？我觉得她没有刘海好看。虽然我也是这么想的，但是她剪的那种发型就很那种风格。但是我也更喜欢她没有刘海的造型。王一
这句，怎么说呢？你这句话讲的，我就有点伤心了，你知道吗？怎么了？你伤心什么？就感觉自己被拉踩了。没有啊，你也挺漂亮的。就是，有刘海没刘海你也都挺好看的。这句话这个野字就听着让人难受，你知道吗？你非常漂亮，有刘海没刘海都非常的美，太漂亮了。哎呦我的妈呀！开始剪刘海。算了，这是你的头，反正随便你怎么样啊。你剪了刘海，就你知道吗？就是有一个那种，你玩过那种小游戏没有？比如说这个人跟这个人聊天，如果聊得好就会加1，聊得不好就减1。如果你去剪刘海的话，我这里就减1分。懂了吗？你这玩的什么怪游戏啊？你没有玩过吗？这种游戏很多的。没有。对，就是有好感和，就是好感和，对，就是好感度。团的歌好多歌调都非常高，天情了也非常高，就是有些我们团的歌曲你们听起来就觉得还好，你真的试着唱一下，发现我们团的歌但其实这样不好，我发现你们千万不要跟我一样，就是过于直男了。话没有吧？就是他们会伤心。但是我们因为没有学过唱歌，所以就不知道怎么改变音色。有没有大师教我？学过唱歌的人，他们会自己变音色。就比如说，之前我就是发生完这些事情之后，我自己想到的也觉得很雷人。什么东西啊？就比如说，有人在我边上哭了，隔了好久，或者是就是很久很久很久，我才知道，原来他在哭。这意思是指我吗？没有，就我说，其实就是这样子，已经有很多人在我身边发生过了。还笑得出来，就突然发现这个事情的严重性，你们知道吧？哦。然后还有什么？对，我感觉我被内涵到哎。没有了。谢谢你的巧克力。我又知道了刚刚说什么？要。就是没有再说你什么了，就是你挺好的，相信自己。给我加油是吧？没话说，对王毅没有话说。说到这事儿，我就来气，你知道，都给我大度，不跟小孩计较，不然这事说起来，唉，王毅老渣男。什么？我的耳朵竖起来好好看。对，就是不知道怎么安慰别人。关键是，你不知道也就算了。你知道王毅最那个的行为是什么呢？他不知道，然后我就给郝静怡发消息，我说他都没有感觉到，然后呢我就给郝静怡发消息，郝静怡说你不说他怎么知道？王毅就是这种性格，跟我说就一直在给王毅就是辩护，跟我说他就是这种性格，你不跟他说他不会知道的，然后巴拉巴拉巴拉讲一堆，然后我就说好，那我就跟他说吧。我就说王毅，我刚刚哭了。王毅，其实我没有这个印象了，说实话。我说王毅，我真是，而且眼泪在这个眼眶里都没有擦干。我说王毅，刚刚我哭了。说实话，我觉得我应该没有说然后说甜甜刚刚发了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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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是吗？开始说甜甜的别的事情了，他刚刚发了什么什么什么东西。其实我当时脑子里面，我说了个寂寞，我心里应该是是吧？对，我肯定是因为一般很少有人跟我说我哭了。是不是有被王毅指导？就是完了之后我就不知道说什么了。你说什么？我说你这性格。
但是我们现在不是相处的很好吗？就是因为我大度啊。你知道最后这事儿怎么解决的吗？周世宇痛哭流涕。人就是我总选领奖的时候都没有哭成这样。哎，你总选领奖，你哭了吗？就是抑制住自己没有哭，因为我怕哭了之后我就会说不出话来。好的，这不是重点。人就1年有这么18年都没有这么哭过了。真假的？王毅这个行为。然后我在车上当时，然后呢开到中心，他说完之后，就说完甜甜事情之后就开始闭嘴了，就开始刷抖音，看看这个抖音。然后到了中心之后呢，下车，一个人走了，一个人。因为我觉得我需要一点时间给你安静一下。一个人就直接自己坐电梯进那个自己家门走了，然后我就一个人在他后面，我该说些什么呢？所以啊，我现在会了，我现在懂了，我现在了解了。然后呢，我又我刚开始还好，就在外面屏住了，没有任何波澜。然后一进房间开始嚎啕大哭，我就说实话，我进他房间的时候我惊呆了，他居然在哭。怎么会有这样的人啊？怎么说呢？谢谢玫瑰花。对啊，我也觉得需要多沟通。主要我当时还问他来着，我说你不会生气了吧？哎，这个问题，你不会生气了吧？这个问题，你们觉得这是很有意思？就是我已经气得都流泪，他说你不会生气了吧？更生气了，我只是试探性的问一下，已经开始烧起来，燎原了，星星之火都要开始燎原了。你不会生气了吧？这话真的让人更生气了。唉，是人话吗？这是人可以说出口的话吗？谢谢。然后呢？我感觉，然后呢，还没什么事儿吧？进了房间之后，王毅。说实话，我进了房间之后呢，我已经就是这辈子都没有这么跟别人道过歉，知道吗？但你这个道歉就非常不诚恳，这样我错了，也不知道自己哪儿错了。我知道我自己错了，有时候就说实话，有时候我也会纠结这个问题，就是别人跟我道歉，我到底错没错？不，是别人跟我道歉了，就是我觉得他没觉得自己错了，就是会有这种错觉，但其实对方，我现在理解对方的感受了，是真觉得自己错了。谢谢你们的话。谢谢。就是他当时的道歉，他也不讲问题，他就说我错了，好，我错了，就很像那种。因为你当时一直在哭，你知道吧？就很敷衍，就是我错了，但也不知道自己到底就是问题出在哪里，哪儿错了。我知道问题出在哪儿了。然后呢，就我错了，就是这样。我当时其实并没有原谅他，就算我说他走了之后，我也没有原谅他。啊，真的假的？真的。走的时候是什么时候？就是你道完歉之后你就走了吗？我去哪了？我不知道，你出去了一下，反正，然后我根本就没有原谅你。好，金问我你原谅他吗？我说没有。哎，真的人太生气了。说实话。是不知道吧？我还没有原谅你吧。这个时候就有点扎心了。当时我是觉得你这个道歉纯粹是看我流泪了，你就才道歉的。如果没有流泪的话，王毅根本不知道这事儿吧？当时是不是？想一想。可能吧。但其实呢，也没有什么事情，就当时我一下子被伤到心了。对，一下子伤心了之后，完事儿之后呢，后来怎么好的？你想起来吗？我忘了，我不想想起来。我也忘记是怎么好的，然后就莫名其妙就好了。就时间会抚平一切。唉，你干嘛叹气啊？没什么，就是觉得吧，人活着真难。对，我当时就想算了，他年纪还小，还就是不太懂这些。我突然想起来，我之前自己发过一条话，但是不能说，就是有点搞笑，突然想起来。是吗？你这样说一半，你还不说？我说我当时发了一句，我说女生真烦。
我更生气了，怎么会有这样的人？没有，你不会发到朋友圈吗？不是朋友圈，是在这之前了，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情。就是上次医院的事情，你记得吗？说到这个更生气了，我天呐！但是我当时有点摸不清楚你到底为什么生气，所以我来了。我这个事儿我跟你说，我的天呐，这一说你不说我还想不起来，你一说我开始想起来这事儿了。但是说实话，这个事情呢，我觉得是沟通有问题，就是我现在脑子都有点懵，你知道吗？现在脑子都有点充血这种感觉。就是我当时什么 MC 啊？我要去医院，然后呢，我前一次去医院的时候，那个医生讲特别严重，说我要做手术了，非常严重跟我说的，我就很害怕，我就当时我们3人都在房间嘛，我就一直在说我好害怕，怎么办？我好担心，好害怕，好怕去医院什么什么的。然后呢，他们就在听着，也听见我说什么了。然后在此之前，王毅就是每次我说我要去医院，然后王毅都跟我说我陪你一起去啊什么什么的。直到我真的要去，说实话，真的要去医院的时候，我都没有这个印象，我说过这句话。没有印象，真的。直到我真正要去医院了，王毅默不作声。我说我要去医院了，明天。然后我还在房间只有我们2个人，我说我明天要去医院了，怎么办？这个嘴巴跟缝上了似的。我就想说，那可能他真的不想陪我去吧，那就算了，我就没什么可说的了，我就走了，回去睡觉了。因为第2天去医院，就是一般来说都要起很早去挂号什么的，因为之前都是我妈妈陪我去的。然后呢，那天我妈正好我外婆不是生病嘛，就不在，然后我就一个人去了。就一个人去的时候，到了医院，王毅这次你自己去医院有没有感受？说实话我没有什么感受，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应该独立了。王毅说的是人话吗？我当时去医院，因为我就是你知道我吗？我是舌头控制不住我的嘴巴了，控制不住我这个火气了。因为我当时去医院就是要一大早去，去的是一个大医院，然后呢挂号一直排队，但是期间我想因为一直没有叫到，我就想去问一下，但是那个座位是有限的，你们懂吧？就是门口就是排队的座位，如果我走了的话我就没有回来就没有座位坐了，所以我就把我的就是那个小袋子放在我的座位上，然后就去护士台问护士什么什么的，就很烦一个人，而且手机很容易没电。好了，我知道你那时候的苦了。一直在那等到最后还被人插队，我当时真的非常无助，只能给我妈妈发微信，然后就被插队到什么程度呢？插到最后就是一般来说得检查才能知道你有没有生病，插队到我就是没办法做检查，因为太晚了，然后我一个人很累，就是他如果做检查就得到下午在医院在上班，一般都是1-2点下午在上班嘛，然后这样的就会面临着我中午要自己出去吃饭，然后找个地方，就当时我一个人也没有地方去，然后我就直接回去了，我就不想做检查了，然后回去了之后回去之后发生什么呢？发生什么事情啊？我怎么不记得？王毅全程没有问过我，你去医院怎么样？是这样子的吗？我怎么记得我问了呢？你一句话都没有问。过了2-3天嘛，过了几天，就是我们在别人房间一起玩的时候，就是提到去医院这种事情，然后王毅说，你去医院怎么样了？我当时就是忍着自己的怒火，你们知道吗？因为在别人房间就还有很多人，我又不敢说我又不好说什么，我只能说没做检查，就这样。然后后来就是我妈妈又来了一次上海，陪我去做检查，还好没事，不用做手术。我当时真的很生气，我觉得他异常的冷漠，对，就是异常的冷漠，是不是王毅？你觉得你自己很冷漠？就有被你冷漠到，我觉得王一点都不在乎我。我可在乎你了，可在乎你了。真的，现在想想都要流泪，都要生气了。怎么会这样呢？怎么会这样？然后呢，他这次生病了，耳朵聋了这次。我说我要不要？他说他去医院，我说我陪你去吗？他说不用。他说这2个字的时候呢，
怎么又扎你的心了？怎么这次我自己要去医院了，你反而你不想，我不想你陪我去，还扎心了？不是怎么说呢，心里就五味杂陈的，觉得我根本不需要你，是不是？不知道怎么说。哎呀，眼睛都要泛泪花了。但是我事出有因，你知道吧？因为我是觉得，就是已经19了，然后得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了，就觉得，所以我都没有让人陪。好。明天你陪我去医院好吗？你说的对，你应该独立了，没有就是要人陪。没有，我们都是独立的个体了，我们就应该就是独立的生活。我特别需要有人陪，就是特别是有一个那个没有刘海的那个长得比较漂亮的姐妹，就陪我一起去那个叫什么去那个医院。就是成年人都是什么怎么说来着？就是我觉得你明天非常需要陪我去医院，太需要你了。就是我想睡觉啊，就是我每次挂盐水我都想睡觉，但是我怕我自己挂空气去世，所以忍着困意。没什么好说的了。所以我觉得需要有一个人的眼睛帮我。成年人了，成年人世界就是对。我需要有人保护我。成年人的世界没有容易2字，知道吗？没有，我需要有人保护我。非常需要那个叫什么，周世宇，对，非常需要。不行，这句话不能说。怎么了？怎么不能说了？差点说了一句奇奇怪怪的话。工具人。唉，喝口水，静一静。没有水。这跟讲述水都被王一喝完了。我就喝了2口。好了，我现在告诉你，我错了，我是真的错了，发自内心，就是我错了。没什么可说的，在我心里都过去了，我是个成年人了，我已经长大了。我错了，好吗？我错了。为什么要翻旧账呢？这事儿还是你自己翻出来的。就是想了一件事，但是你说那件事情是不是你也有问题？什么事情？就是你没有跟我说，我们没有沟通好。因为我完全不知道有这件事情，然后就是以我的角度来看，就是。但是你之前已经说了，而且我都在一直在暗示你，我说我好害怕，我好害怕，然后我说我害怕的时候，你们俩也没怎么理我，然后你房间只有我们2个人，我说我明天要去医院了，你不为所动。我根本就是没有接到你的暗示，你知道吗？就没接到你的。怎么说呢？如果是郝静一定能接到我的暗示。那可能就是那就是我的问题。我的错，真的是我的错，我现在意识到了。好了，我下次不会了。谢谢玫瑰花。就是他现在的道歉完全是出于求生欲。没有，天哪！就是这非要翻旧账，翻着翻着就把自己翻进去了。你到底要怎么样才肯相信我？对，好，王毅的口头禅我错了。怎样你才能相信我？下次，哈哈，为什么？哇，这个人谢谢你，你又提出了重点，下次2个字。王毅真的标准直男。倒水试试，不了，倒个水我直接凉了。没关系，我忍。你看，就是有时候发生的一些事情，不是反而让人关系变得更好吗？是不是呢？这一下子就是有1秒钟的沉默。我也不知道说什么，没什么可说的。谢谢你的玫瑰花。不知道从何说起。但其实也就这2件事情了。谢谢第一元棒。是吧？对，郝静怡回来。就不是什么很严重的事情，你说它大挺大的，说小也挺小的，对吧？但就是我这个人就喜欢以小见大，你知道吗？你知道这个词儿吗？以小见大，就是很多细节上面的就能就是看出一个人的态度，你觉得呢？什么？就是你桌上有没有啤酒给我看？我头上有一个给你，要不要？哎呀，我举不起手，好夸张，你知道吗？举不起手。
好痛。哎，正好我背也很痛，我们可以互相按。我给你踩呗。好呀。给你把你的就是肺都踩出来。好狠的心啊！就是我就是个恶毒的女人。唉，他又听不懂了，是啊。什么？没什么。哎呀，痛死我！没什么，就是你们知道了吧？给你皮筋。哇，不愧是快充哎，已经开机了。唉。是我作为一个姐姐就承受了很多。哪有？没关系，我是个姐姐。那我最想为你干的，现在不是现在，带你去医院。带你去医院看病。Brought your heart to me.